我本是林家真千金，18年前被黑心保姆调换，在乡下受尽折磨。今天是我回归的第1天。哎，就她，一脸穷酸样，也配当林家大小姐？嘘，听说啊，她在乡下差点杀人入狱，是个天生的坏种。嫁个李老头是给你脸了，你个赔钱货，居然还敢不听话！我是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打死大小姐，老爷，先生和太太已经等候多时。对了，林家最重规矩，您刚回来，言行上还想多注意。周管家，你说林家规矩森严，下人非议主家，也是林家的规矩吗？不懂规矩，你们2个立刻去财务结账，马上离开林家。18年的底层挣扎教会我一个道理：想要什么，不是等待别人的施舍，而是伸手去拿。老爷，先生，太太，大小姐已到。林国栋，林家掌门人，一心想挤进江城顶级豪门圈，把家族声誉看得比命还重。你说一路辛苦了，既然回来了，好事一定得把乡下的习惯带进来，换林家的名声。是爷爷，我一定谨记教诲。以后啊，让林家好好住着，有人需要帮手。就这个穷酸货，就是花钱。你们确定没认错？朝宗又要不舒服，还是你亲姐。我是妈妈，这些年我是苦了你。今天我终于一家人团圆了。哎呀，你的胸心好疼，特别像妈妈。林楚瑶占了我身份18年的假千金，演技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浮夸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不该抢你的位置，可是我从小到大都在爸爸妈妈的身边，我离不开他们。姐姐，只要你肯让我留在林家，你让我做什么？别这么说，倒是我应该感谢你。谢谢你替我陪着爸爸妈妈，谢谢你替我当了18年的豪门千金。不是的，姐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夏瑶瑶，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女儿，谁都不能赶你走。你一说，天主教不好，知道自己身份后，天天以泪洗面，就不能大度点包容他吗？虚伪的父亲，偏心的母亲，被当枪使的蠢弟弟，还有这个绿茶假千金。我的回归战果然精彩。我为什么要接受一个骗子？我为什么要接受一个骗子？你一说，这件事跟小姐没有任何关系，她也是一个受害者，你不能迁怒于她呀。受害者，一个替我享受了18年富贵生活的受害者吗？一叔，妈妈知道你心里委屈，但是3年前家里大富，多亏瑶瑶不顾生死冲进火海，才能把朝宗给救出来。可是他却落下了心计的底根子，这于情于理，我们也不能赶他走啊。说，你母亲说的对，而且刚回来，说规矩啊、礼仪啊都应该的。现在我贸然对外公布你的身份，让外人看我林家的笑话。此事我和你父亲商议，对外会宣称自幼做事，义这人才能行动。从今以后，你和楚瑶都是我林家的人，你要好好相处，
既然是爷爷的决定，那我可以接受楚瑶妹妹留下。但是爷爷，楚瑶妹妹生母拐卖儿童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，就算我不说，也会被人查出来的。难道林家要跟一个人贩子绑定一辈子吗？林说，是在威胁爷爷吗？爷爷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回家，我想尽快为家里做一份贡献，竟没想到让弟弟误以为我在威胁你。师叔，可瑶瑶不是林家的千金，没有差，何必非要争这个名分？是啊，妈也会一视同仁的。妈，爸爸，长东，你们别再为难姐姐了，姐姐她才是林家的真千金，不会离开家的，只要姐姐能够原谅我。姐姐，对不起爷爷，刚才是我失礼，但我只要看到楚瑶妹妹的脸，我就忍不住想到她妈妈是怎么打我妈妈。爷爷，你如果非要妹妹留下，那请我出去住，我实在是不想活在往日的阴影。这些都是那个女人打的吗？这孩子也真是受苦。可是妈妈，那你也不能一直赶走楚瑶姐啊！够了，楚瑶，从今日起，你们西山别墅，你们再会出差，你就是林家的人，待人一切照旧，你分开住，对你们姐妹都好。1个月后，在人事的生日宴上，我向所有人公布身份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谁哭声大谁就更占理。林楚瑶，你会的，难道我不会吗？爷爷，之前不是说好呀？峰峰，别说了，爷爷的决定是对的。姐姐吃了这么多年的苦，我受了点委屈，没什么。爸爸妈妈，爷爷，感谢你们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爱护，我会永远铭记于心的。瑶瑶，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，你的勋名。来，这是林家家传的蛇珠，妈妈现在送给你，就当这是林家给你的承诺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姐姐都没有，我怎么？好漂亮的镯子，妈妈一定经常送你的礼物。听说过去18年，妹妹的亲生母亲也经常送我礼物，不是一顿痛打，就是把我送到猪圈里来了。那时候我妈妈一定好好补偿。那时候我每天都希望我能有一个爱护我的妈妈，但是我今天看到了，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母亲。可是您把您的爱都给了您，没有了死地方，没有亲生儿。听你说，哎，你就眼红楚瑶姐，在这故意卖惨，我马上赶出姐们，你还想干什么？爷爷，这个家很好，可是我回家到现在，我只在您一个人的身上感受到了温暖和公正。其他人的眼里，只有那个让我受了10万年苦楚罪人的女儿。若你说的什么话？这是？爸爸，是我说错话了。毕竟楚瑶妹妹跟你们生活了18年，你们的心自然是偏向她的。爷爷，我懂得知恩图报，您让我学的，我一定拼尽全力去学，绝不让林家蒙羞。您给我的，我以后一定会1000倍100倍的报答给你，请您相信我。
爷爷心里，这种珠子呢，跟了爷爷10几年，已进了心里一深。今天是送你，3日后，傅家老太太的寿宴，你跟我们一起去。爸，人是非常错的，他刚回来，先留一个人。对呀，爷爷，让这个穷酸过去，岂不是丢我们林家的脸啊？我说去就去，见嫡亲孙女，见不得人了吗？谢谢爷爷，叶叔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只有你们会区别对待吗？我也会。这个家里最重要的是爷爷，爷爷看重谁，家里的资源和大权会倾向谁。我回来要的从来不是什么廉价亲情，而是林家的继承权。快乐快乐！一叔，记住了，跟好瑶瑶和朝宗，少说话，多看多学习，千万别给我们林家丢脸，知道吗？妈妈，你放心吧，姐姐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，我和朝宗一定会好好照顾姐姐。那就谢谢妹妹了。照顾，不妨看看谁才是需要被照顾吧。哎，庭深呢？他又躲哪儿去了？少爷说这听你谈妹，出去啊透透气。哎，把他找回来。这么多客人都在，他不来照顾，像什么话呀？老夫人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啊，这尊缅甸老坑的翡翠观音是我们林家为你准备的寿礼，您快瞧瞧，喜不喜欢？老夫人，祝您福寿安康。这是什么？难道林家现在穷得送不起东西了？一叔，他胡闹什么呢？啊，老夫人，真是对不住啊！这孩子刚从乡下回来，还不懂什么规矩，你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老夫人，请您见谅。今天来之前，我还不知道今日的寿星是您，直到看到您的银镯子，我才肯确认。您就是连续10年资助我们山区学生所有学费的好心人。如果不是您，我们很多同学初中念完就会辍学。是您给了我们改变命运的机会。这些信是受您资助过的学生亲手写的，他们知道我要来江城，让我一定当面亲手给您。还有这串佛珠是我们在寺中求来的，愿他保佑您福寿绵长。谢谢姑娘，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贺礼。有趣，这场无聊的宴会终于来了点有意思的事儿。瑶瑶，你这个姐姐可真有能耐啊！上来就讨得傅老夫人欢心，该不会是知道傅老夫人做过慈善，故意讨好的吧？我这个姐姐啊，在乡下待久了，看到机会就想表现自己。说到底呀，不过是只上不得台面的癞蛤蟆罢了，只会耍些小聪明。就是，脸皮真厚，拿几封破信就敢往上面凑，把我们林家的脸丢尽。来，我来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呢就是我的姐姐林一书。她刚从乡下回来，还不太懂得规矩，大家可要多多包涵呀。哟，哪儿来的土包子，一身穷酸味儿，靠近点儿都怕传染。有些人以为换了身皮就能够当凤凰，野鸡就是野鸡，难登大雅之堂。各位，我得纠正一下，我不是刚从乡下回来，我是被调换了10几年人生，如今刚回到林家的林家大小姐，而楚瑶妹妹只是占据了我身份的假千金。什么？林楚瑶是假千金？哦，对了，是楚瑶妹妹的妈妈调换了我们，才让她有机会跟大家站在一起。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说，让你岳母爷爷把这件事说出来。怎么，
事实就是事实，谁来公布有区别吗？难道林家大小姐的身份见不得光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地太滑了，不小心滑了一下。弟弟，这酒啊，要这么倒才带劲。副手，怎么躲这儿了？老夫人正找你呢。一群老狐狸装蒜，看到我反胃，过来看看小丑表演，换换心情。那姑娘是新八字？她呀，林家刚找过来的大女儿，听说以前过得挺惨的，不知道感兴趣？要不要我去帮她解解围？解围？你看她那个样，需要你解围吗？别你了，赶紧去换件衣服吧，记得换件便宜的，不然像你这惹是生非的性子，下次说不定还会被捕，什么浪费钱。姐姐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曹总？要是让爸妈知道了，会很生气的。林顺发，你不是柔弱不能自理，心口疼得喘不上气来，怎么吼起人来中气十足啊？一点也不像有病的样子。妹妹，你这病真是收放自如啊！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的心口好疼啊！别装了，只敢假借他人之手的伎俩，以后别演了。丢我们林家的人！各位，我的弟弟妹妹从小被宠坏了，是我这个当姐姐的没有管教好。这杯酒我敬大家，就当是给大家赔个罪。傅田琛，傅家继承人，曾和一个私生子斗得你死我活，平生最恨妄图鸠占鹊巢的冒牌货。今天这出戏就是特地为你准备的，希望你能笑纳。瑶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谁敢欺负你？这下有好戏看了。程少这楚瑶的青梅竹马，最看不得他受委屈了。程家可是能和傅家比肩的豪门，程少是唯一继承人，得罪了他，林一书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。你就是林家那个从乡下接回来的女儿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欺负瑶瑶！迅杰哥哥，你别生气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小心惹姐姐生气的。你确实有错，指使林朝宗绊倒逝者，想破我酒，让我当众出丑。林家养你这么多年，就是让你学怎么害自己的姐姐。姐姐，我没有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冤枉我呢？瑶瑶，程少，楚瑶姐她就太善良太温柔，才会被这种恶毒的女人给欺负。林一书，我警告你，别以为顶着林家千金的名头就能为所欲为。瑶瑶不是你这种货色能招惹，你要是再敢针对她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林一书，你要是把程少给得罪了，两家的婚约就作废。我看你在爷爷那儿不交了，我劝你赶紧给我楚瑶姐跪下道歉。婚约，陈少就是爷爷说的联姻对象。我是不会娶你，我的未婚妻只能是瑶瑶。婚事的事情爷爷说了算，退婚之后你想娶谁都可以，就算你想认个人贩子当岳母，我也是毫无。你说怎么跟程少说话了？李叔，你信不信我让你在江城待不下去？江城是你们程家的吗？这么大放厥词，所谓的豪门少爷也不过如此，仗势欺人，虚伪作弊，比村口骂街的泼妇还多。站住！林一书，我让你走了吗？站住！林一书，我让你走了吗？我劝你识相点，不要在这里撒野。今天你不给瑶瑶道歉，休想离开。男女授受不亲，
我跟你的婚事还没定下来，别对我动手动脚。姐姐，你怎么可以对陈少动手呢？要是让爸妈知道了，闭嘴！我动什么手了？你一个冒牌货，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？姐姐说的对，我不该忘了自己的身份。我能被容许留在林家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，不该奢求更多的。姐，我和爸爸妈妈一直把你当亲人看的，我们才不会认这个上不了台面的人当亲人。瑶瑶，我今天绝不会让你白受委屈。林一书，我再说一遍，给瑶瑶道歉。我要你跪下来，求她原谅。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啊！就是，还不快点跪下，给楚瑶姑娘道歉！让我跪下，就凭你们也配？姐姐，我们不要把事情闹大了，好不好？要是把事情闹大了，到时候会影响我们林家的声誉的。这样爷爷和爸妈知道了，收起你的眼泪吧。等你的人贩子亲妈上了法庭，有你哭的时候。林一书，这就是你欺负瑶瑶的代价。陈家大少爷真是好风度，动手打女人也是你们陈家的教养吗？妹妹，你可看清楚，这才是动手。林家不是最重规矩了吗？怎么培养出这样的女儿，也太可怕了！程林两家正在谈联姻的事儿，这下亲还没结，先结上梁子了。联姻，程姐姐也配？这场闹剧得加点火，闹得再大一些。原来陈大少爷这么虚啊！林一书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听说这些富家子弟搞了个什么巅峰会，入会的标准就是完成不可能的任务。我今天当面教训了陈少，是不是也该有入会的资格了？姐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居然敢打陈少，要是让爸妈知道你就完蛋了。你趁现在赶紧和陈少道歉，我会帮你求情的。林一书，表姐不计前嫌的帮你，你还不跪下道歉？自己作死，也连累我们整个林家跟你陪葬。声音小点声，你们太吵了。林楚瑶，你这样可是一点名媛千金的仪态都没有，倒是和你那个人贩子生母。一书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回来。我真的好怕呀！闹这么大的动静，惊动了傅老太太可怎么办？救命啊！陈少打人了！住手！妈，程少，你在我们傅家的地盘对一个弱女子动手，你好威风啊！你们程家的家教真是令人大开眼界。这个不成器的东西，就知道惹是生非。陈阿姨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因为我姐姐才会生气，才会让哥哥和姐姐打架的。是不怪瑶瑶，都是林一书。够！你是玉书吧？伤到哪儿了？让阿姨看看。是我没有教育好这个孩子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请看在我们两家马上就要联姻的份上，这件事就让他翻过去好吗？啊！你跟他道什么歉？明明是他。闭嘴！看见你动手，还想狡辩？都是我的错，迅杰哥哥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才闹得大家这么难看，还连累了你。
小姐，你道什么歉？明明是他先泼我酒，又扇你脸的，程少看不惯才动手的。瑶瑶，别担心，妈妈一会儿带你去医院。妈，你看楚小姐的脸，看我身上的水，你可一定得替我们做主啊！一叔，你也太不懂事了，这是什么场合？你怎么能胡闹呢？这把我们林家的脸都丢尽了。林夫人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怎么就这么一味的责怪孩子呢？老夫人，这里是监控死角，没拍到具体过程。傅老夫人，请您明鉴，我说的全是实话。林一书先打伤弟妹，我是出手制止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。妈，他林一书这么恶劣，咱们林家可容不下。朝宗，你不要这样说姐姐，姐姐她才是真正的林氏血脉，她只是对我有怨气，一时没控制住，她也不是故意的。精彩，真是精彩啊！楚瑶妹妹这演技，不去争个奥斯卡影后奖，真是可惜。我之所以不立刻反驳，是因为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毕竟家丑不可外扬。姐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林一书，你是想说我冤枉？你有证据吗？谁说我没有证据？在这个大厅里，有一个人从头到尾旁观了全部的过程，旁观了全部的过程。我作证，是林二小姐先出言不逊，侮辱长姐，又指使林小少爷绊倒使者，企图把酒泼在林大小姐身上。至于程少，他动手打人，哼，林大小姐只是轻轻推他一下。庭深，我以为你走了呢。奶奶，今天是您的寿宴，我怎么会提前离开呢？刚刚有点闷，我就出去透了口气。不曾想，却看到了这出好戏。停止你血口喷人！哦，对，程少还说把林大小姐要赶出江城。就你这种事儿，瑶瑶，真的是这样的吗？你真的这么对一叔？多谢傅先生仗义直言，不然我就要被自己的弟弟妹妹赶出家门了。一叔，妈妈从来都没有想过。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再怪妈妈了。姐姐一回来，爷爷就把我赶出住宅，我实在太害怕了，所以才会口不择言的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好一个口不遮掩！你亲妈天天作践我，连你也当众羞辱我，果然是一脉相传的狠毒啊！妈，我没有。既然大家都这么觉得，那我现在就收拾行李离开林家，把一切都还给姐姐。哎呀，说什么胡话呢？林叔，这事是我们做的不对，但是我们也给你道歉了，你不能这么咄咄逼人啊！是啊，一叔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怎么能弄得这么僵呢？再说，瑶瑶和朝宗他们都知道错了。有意思，明明是林大小姐受了委屈，怎么倒像是破坏林家家庭和睦的外人呢？傅老夫人，您德高望重，公正无私，今日一书别无他求，斗胆恳请您替我主持公道。一叔，你有什么委屈咱们回家解决，何必让傅老夫人出面呢？难道你真想让我们林家和陈家变成江城的笑话？笑话？妈妈，您搞错了。如果这件事情不妥善处理，咱们林家和陈家才会成为整个江城的笑柄。林叔，少在这危言耸听啊！弟弟，难道你想明天江城都在传陈少在傅老夫人的宴会上动粗打女人，林家治家不严，纵容养女，欺压亲生女儿？傅老夫人，今天在您的寿宴上发生这种事情，打扰您的清静，是一叔的不对，请您原谅。但这也并非是因为我一己私欲纠缠不清，实在是为了两家人的体面呀。我办生日宴会是为了
喜庆，并不是想在这里看有些人仗势欺人，颠倒黑白。奶奶说的对，是非曲直总得有个结果。我们傅家要是放任这件事情糊弄过去，传出去，别人刚笑话我们傅家，连个公道的场子都提供不了。老夫人您息怒，大少爷，您言重了。俊杰他是年轻气盛，一时糊涂。俊杰，还不赶快给大小姐道歉！年轻人气盛可以理解，但是动手打人，这就不对了。一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教训他。陈阿姨，谢谢您。刚才也是您先关心起我的伤势的，连外人都可以看到，而我的亲生母亲好像就和没有看到一样。陈阿姨，陈少始终不肯认错，今天在傅老夫人的宴会上，当然有所收敛，当时在其他的场合都会打我打得更狠了。姐姐，我代替俊杰哥哥向你道歉，千错万错，全部都是我的错，求求姐姐息怒，不要再责怪他人了。玉叔，你这该满意了吧？你不要再耍脾气了。林陈两家关系紧密，你再这么闹下去，爸爸妈妈还有爷爷都会很为难的。小孩子家拌个嘴，怎么把傅老夫人惊动了？李叔，还不快向傅老夫人道歉！爸爸，做错事情的不是我，该道歉的更不应该是我。爷爷，今日我并非想在傅老太太面前发作，可是弟弟和妹妹越说越不像样，他们居然当众羞辱我说我是癞蛤蟆，这把您和爸爸妈妈置于何地啊？林叔，你弟弟还让我当众出丑，这不是在打咱们林家的脸吗？至于我跟陈少的矛盾，傅先生看得一清二楚，需要再向您复述一遍吗？爸，瑶瑶和朝宗他们都不是故意的。对啊，爷爷，我们都已经道过歉了，可他林叔还不依不饶的。混账东西！艺术是你的亲姐姐，谁让你直呼她的名字了？林家的规矩都学到哪儿去了？我你宁消消气儿啊，别气坏身子啊！爷爷绝不会为了我和陈家彻底翻脸，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，既压了林楚瑶和林朝宗的气焰，也在傅庭琛的心里留下了印象。该收网了。爷爷，我本不想将事情闹大，一心想维护两家的声誉，谁知道他们颠倒黑白，要将我赶出林家，还要将我赶出江城。事到如今，我只是想让弟弟妹妹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想让陈少一个正式的道歉而已。懂事识大体，这才是我林家长女的风范。犯了错就要受罚，我会让财务停掉你们的银行卡。接下来的家族活动、商业宴会都不要参加了。爷爷，大家好好反省。彭夫人，今天的事，你看看如何给林家一个交代啊？林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们程家一定会拿出最大的诚意，好好的来弥补的。对不起，你说，过来。好孩子，你今天受委屈了。听说你呀，刚回来不久，就能这么懂事、明事理、有分寸，比那些养了10几年的更懂事。庭琛，这儿啊闹闹哄哄的，你带林家小姐去偏厅歇息一下，吃点茶点，安安神，也替我们傅家宽慰宽慰林小姐。好的，奶奶。琳娜小姐，请吧。林小姐，刚才我帮了你，你准备怎么谢我？傅先生想让我怎么谢？那就要看林小姐的诚意了。过2天我亲自登门去拜访，如何呢？
我很期待。姐姐，我求求你原谅我，不要跟我走好不好？楚瑶妹妹，别演戏了，这儿没人看。林一说，你现在很得意吧？不要以为你出了一次风头，爸爸妈妈就会爱你了。哼，这个家是我的，俊杰哥哥的原因也是我的。你的？你在林家当了18年的千金，你有拿到过一点股份吗？你进过林家公司实习吗？这些都没有，你还说都是你的？爸爸妈妈宠爱我，这些东西迟早都是我的。你一个野种也配和我争？咱俩到底谁是野种啊？我之前以为你是对手，现在看来就是个蠢货。林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对你有感情才没把你赶走。你不夹紧尾巴好好做人，有什么底气跟我叫嚣？你就是嫉妒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宠爱我，嫉妒俊杰哥哥喜欢我。够了！你整天除了哭哭啼啼装可怜，还会干什么？说你是蠢货，都抬举你了。要是哪天你那恶心的身份影响到林家，你觉得他们还会留你这个假货吗？你觉得你还有资格嫁进陈家吗？你说你，贱人，你敢打我？说，接着说。刚才你说的那些话，我都已经入戏。林一说你卑鄙！要是被爷爷听到你骂他亲孙女野种，会怎么想？而且爷爷好像说过，让你暂时别回主宅吧。你私自跑回来，还跑到这骂人，小心真的被他们赶出去。好狗不挡道，让开！邵总，姐姐她疯了，她要打死我！你赶紧，她爸妈还有爷爷，快回来呀！姐，邵总，楚瑶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爸，今天瑶瑶在宴会上受了一些惊吓，她身体本就不好，所以我想留她在家里休养2天，等她缓过来了，我再送她回西山的别墅。爷爷，我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姐姐，对不起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哼，姐姐，要不你再多打我几下，消消气。你说，今天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啊，一家人没有隔夜仇，以后在家里也要和和睦睦的啊。和睦是冒牌货对亲生女儿恶语相向，亲弟弟在一旁帮腔的和睦。姐姐，咱们上流家庭最注重的就是家庭和睦，你天天针对我楚瑶姐，非得把这家里边弄得鸡飞狗跳才行吗？够了，都少说2句吧。还嫌今天不够丢人吗？你说，今天的事情你处理得很好，顾全了大局，也没让林家丢脸。看来陈家让出了不小利益，才让爷爷这么公正。爷爷过奖了，我是林家的长女，维护家族脸面是我分内事。今天傅老夫人对你青睐有加，这是难得的机会。傅家是江城顶尖豪门，你要上点心，维护好这条人脉。我会努力的，爷爷。但是今天去了傅老夫人的寿宴，我才明白我与真正的名媛千金差距有多大。光是10大体盘不够，还得有足以匹配的能力和眼界。你的意思是？爷爷，我想进修商业管理的课程，还想进家里的公司实习，可以吗？你说，你这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？
是啊，雨叔，妈带你多去几个宴会，多认识些人，也是可以长见识的。妈、爸，我是林家的长女，言辞谈吐代表着林家的脸面。难道你们希望外人说林家千金只是个会陪笑的花瓶吗？云舒，从明天起，你进公司实习。富家城南的项目，我们林家正在争取合作，你就进这个项目的筹备组，从基础学起。爸，一叔连大学都没上过，什么都不懂，他能干什么呀？正因为不懂才要学嘛。一叔和富家的这种关系是现成的资源，他若是对商业一窍不通，连话都接不上，又怎能替林家争取机会？曹总，你依旧是项目组的负责人，如果最终你能促使我们和富家合作，爷爷不仅恢复你的卡，还给你公司5%的股份作为奖励。谢谢爷爷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就提前恭喜弟弟啦！爷爷，如果我也能拿下跟富家的合作，是不是也能获得5%的股份奖励？姐姐，就凭你一个刚从乡下回来，连合同书长什么样都没见过，还想拿下跟富家的合作，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一叔，妈知道你要强，但是商业场上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好歹朝宗也是在公司历练了一段时间，我看你就先熟悉熟悉环境再说吧。爸说对，富家这个项目是至关重要，非我儿戏啊！你只要对宝和总裁的关系打入一下。爷爷，我知道我现在能力不足，但我希望您能给我个尝试的机会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个成功的可能。爷爷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拿下跟富家的合作。那如果弟弟拿下，自然是皆大欢喜。那如果是合同出现了什么问题，林家还能多一个选择，不是？爷爷，这个呢是我个人的意愿，但是呢也为林家上了道保险。好，我准了。爷爷，叶叔，你要是能拿下合作，爷爷承诺的5%的股份，同样给你。好，爷爷，既然姐姐和弟弟都去公司实习了，那能不能让我也一块去啊？毕竟林家养育我这么多年，我也想为林家尽一份心力。妈妈常说一家人要互相帮助，我不求别的奖励，只求能为姐姐和弟弟多分担一些功课。爸，难得瑶瑶有这份心，女孩子家出去见识见识是好的。这样吧，就让阳去，两个孩子互相也有个照应。爸，主要你就跟着一起去吧。但我把丑话说在前面，这个项目关乎到我林家的未来，我不管你们之前有什么恩怨，到了公司都不准动歪心思。谢谢爷爷，我一定会珍惜您给我的每一次机会。副总，城南的项目你让我做合作负责人，我能让林家让利40%。林小姐，这就是你的感谢礼啊，真的是别致又沉重。我很好奇，你如何能代表林家做出承诺？据我所知，林氏集团的掌权人是你，负责推动合作的是你弟弟。我现在确实没有资格，不过只要你愿意送我回家，我就能立刻走。送你回家，林小姐，我的时间很宝贵，空头支票，我付定真送你退休。当然不止送我一程，我还会送你一出好戏，我保证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对你的戏感兴趣？就凭在傅老夫人的宴会上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扭转乾坤。
傅先生，赌一把吗？赌我能给你意想不到的回报，无论是商业上的利润，还是独一无二的乐趣。很好啊，林小姐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看看你究竟能唱出一台怎样的好戏。那合作愉快。合作是否愉快，取决于你的表现，看看你的好戏是否值得我的邮费和时间。林小姐，谢谢副总。谢谢副总，我没事。看来林小姐的戏台已经搭好了，我很期待后面的剧情，千万不要让我等太久。李叔，你才认识副总几天，就要送你到家门口，啊！成何体统？林家的脸都给你丢光了。一叔，妈知道你在乡下野惯了，但既然回了林家，就要知道爱护名声，懂得自重。爸妈，副总只是出于礼貌送合作方回家而已，你们想哪儿去了？什么合作方？你跟傅家谈成合作了？弟弟，对不起，先你一步。副总已经口头答应跟林家合作，并且指定我全权负责这个项目，明天就可以去签约了。不可能，你骗人！傅廷琛怎么可能会把这么重要的合同交给你啊？你是不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？是啊，姐姐，事关重大，你可不能乱开玩笑。刚刚副总对我的态度，想必妹妹已经看到了。妹妹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不妨亲自去问问副总。林叶叔，你少得意啊！你不就靠这张脸吗你？姐姐，你怎么敢？放肆！爸，弟弟听着楚瑶妹妹嚼的舌根越来越不像样了。像侮辱我、侮辱副总这种话，在家说说也就算了，要是到外面还口无遮拦，那迟早给林家招来大祸啊！李叔，朝宗他不是故意的啊，你也别往心里去啊。你能谈成和傅家的合作，爸爸很为你高兴。但话说回来，这个项目啊有点大，你又是个女孩子，刚回来还不太懂，这合同你去签的话不太合适啊。是啊，不如明天让你弟弟去签约，你从旁学习就好。哎，爸爸妈妈，如果是弟弟去签约，那最终促成合作的人到底是谁？爷爷承诺的股份又应该给谁呢？可那个朝宗呢？朝宗是咱们林家将来的继承人啊！你是个女孩子，要那股份有什么用啊？将来是要结婚的，嫁了人，股份不就便宜外人了？那我辛苦争取来的合作就要让给弟弟，我不同意。爸，你看这个嚣张的样！爸，现在合同在姐姐手上，我们要硬拿肯定不行。如果姐姐因为意外无法准时出席签约呢，到时候弟弟再及时去把合同给签了，合同都已经签了，那个傅家怎么会追究是谁签的字啊？这不太好吧？她毕竟也是我们的女儿啊。妈，事成之后，你到时候再给姐姐一些奖励，安抚安抚她不就行了？是啊，爸，只要我拿到了股份，在公司里的位置就稳了。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女的骑在你儿子头上吧？那就这么办吧，手脚放干净点，务必要万无一失。
一叔，还没睡啊？今天爸爸说的话有些重了，我替他跟你道个歉。妈妈知道这些年你受了很多的苦，刚回来，我们对你的关心又不够，还总偏向瑶瑶。妈做的不对，妈一定改。以后我一定一视同仁，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妈您也这么想，我很高兴。这是专门为你热的牛奶，赶紧趁热喝了吧。你明天不是还要签合同吗？养足精神。谢谢妈。妈，那您帮我把这个合同放进柜子里吗？啊，当然可以。头好晕啊！一叔，一叔，你不要怪妈，朝宗他是林家的继承人，你一个女孩子要这么多功劳，这么多股份有什么用啊？妈有，一定会好好的补偿你的。副总，有关城南项目的合作合同啊，我们林家准备好了，还请您过目签字。我好像还没有决定和你们林家签。傅先生，城南的项目你让我做合作负责人，我能让林家让利40%。我记得是林大小姐和我约定的签约，她怎么没来啊？副总，反正您是和我们林家合作，谁来签不是签？林少，你确定这份合同是由你来签署？当然，本次合作由我全权负责。我姐她经验不足，大事还得我们男人来做。谢谢副总，合作愉快。确实，合作的很愉快。不要签，副总不能签。对不起，林小姐，你来吧，已经签过了。林一叔，睁大你的眼看清楚，白纸黑字，合同已经生效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5%的股份已经归我了。嘿嘿嘿。敢打我！林朝宗，你这个蠢货，你知道你自己签的是什么？都给我住手！李叔，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能签？说清楚。爷爷，这根本不是合作协议，这是昨晚我根据副总提出的合作可能性，自己草拟的意向合同。如果签了这份文件，我们林家就完了。林一叔，少在这胡说，看你就想我给你功劳强，搁这吓唬我。林朝宗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签了这份协议，你就要向副总让利40%。40%的让利，你怎么敢拟定这种合同？爸，这只是基于最极端情况下的假设，这不是最终的合作条件。要是这份文件生效，我们林家就离破产不远。哎，爷，都是林一叔拿着假合同害我呀！还是想搞垮林家，你可得明察呀！我害你，是我把刀架你脖子上逼你来签的吗？弟弟，你昨晚去我房间偷合同，我就不说了。现在你又倒打一耙，说是我害你。你这个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的蠢货！副总，是我林家管教无方，闹出这么大的笑话，求您高抬贵手，只当今日之事从未发生，可以？林老先生赤诚商界几十年，应当最清楚，白纸黑字签了字就有了分量。
我若轻易作废，傅氏的利益谁来补偿？我们林家愿以最大的诚意重新洽谈。当初说服我合作的是林大小姐，能不能重新签约？怎么签？恐怕得问问她。我的合作对象自始至终都很明确。你说，好孩子，是你爸和弟弟糊涂，你快想想办法，让副总重新签约。爷爷答应你，之前承诺的5%的股份一定给你，绝不反悔。爷爷，股份本来就是应该我的，想要解决眼下这个危机，还要确保林氏未来不会再发生这样的蠢事，光是股份是不够的。你想要什么？爷爷，我的诉求很简单，这个项目由我全权负责。此外，林朝宗必须立刻离开公司管理层，不得再插手任何事。你说，你这就是在趁火打劫！爸，我这是在救林氏，是继续纵容蛀虫，还是刮骨疗毒？爷爷，请您决断。副总的时间，我们可耗不起。哎，爷爷，你不能啊！闭嘴！再多说一句，就给我滚出林家！爷爷，爸，你们先回去休息。接下来，我需要跟副总单独聊聊，收拾这个惨剧。林小姐，好手段啊！现在闲杂人等都走了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让那份价值10几亿利润的合同作废？副总，刚才那出戏好看吗？精彩绝伦。签了这份草案，您最多只能赚10几亿。要是让它作废，您未来可以获得更多、更精彩的戏。区区10几亿，对傅氏来说应该不算什么。但是如果想要看到这种现场直播的豪门大戏，应该不是随便花钱就能买到的吧？林叔，你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啊！让集团官网立刻发布傅林两家正式合作的消息，标注清楚，项目负责人是林毅书。合作愉快，傅先生。合作的很愉快，我很期待你的下一场戏。一叔，怎么样了？副总那边？爷爷放心，已经谈妥了，最终让利只有5%，是正常的合作范围。还以为有多大的本事呢，最后不还得让利吗？啊！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，还有脸在这说风凉话？要是力挽狂澜，林家差点被你那40%的给拖垮了。一叔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保全了林家。爷爷说话算话，这5%的股份给你。爸，你叔还小，刚刚接触家里的生意，一下就给他5%的股份，恐怕难以服众。对啊，一叔一个女孩子拿着这么多股份，将来终究也不方便，不如把它放到家族基金里，她每年拿分红不就好了？爸妈，你们是相信爷爷的判断吗？可是姐姐刚立了大功，我们就着急分股份，外边的人还以为咱们家出动荡呢。爷爷，我一日是林家人，就永远都是林家人。从今往后，我与林家一荣俱荣，我一定竭尽全力，让这5%的股份生出10倍、100倍的价值。
好，有志气，此事就这么定了，谁都不许多说什么。你说，快签字吧，这是你为林家立下大功的证明。你说，还有一件事，爷爷要和你商量。今天下午，程夫人特意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和俊杰的婚约，想找个时间赶紧定下来，最好近期能举办个订婚仪式。爷爷，我为什么这么突然啊？陈家消息真快，我刚拿到股份，成为傅林两家合作的负责人，他们就迫不及待想用婚约把我忙死，好名正言顺的来分蛋糕了。算盘打得真行。俊杰那孩子，上次虽说冲动些，但家世能力都摆在那儿。你说，程家既然有这么个意思，那你近期就和程俊杰多接触接触，培养一下感情。爷爷，这怎么培养感情啊？而且上次傅家宴会上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姐姐和俊杰哥哥闹得有多不愉快。是啊，爷爷，楚瑶姐和程少是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。要是把大姐硬塞过去，那不是结亲，是结仇啊！就算要联姻，也得让楚瑶姐去，这样才顺理成章嘛。不能！你们以为联姻是儿戏吗？想换就换。现在程家点了名的要和一叔联姻，我们非要把楚瑶嫁过去，那不是打程家的脸吗？可是爸，一叔和俊杰一见面就跟仇人似的，那强行绑在一块儿，只会成为怨偶，还有可能会影响两家的关系。爸，瑶瑶和俊杰知根知底，感情又好，为了两家长久和睦，这联姻的人选要不要再斟酌一下？爷爷，我不同意。姐姐，程少这名门大少，他能看上，只有楚瑶姐这种温婉贤淑的名媛，根本不可能看上。爸妈，弟弟，我与陈俊杰是否有感情并不重要，联姻是两个家族的事情，讲究的是门当户对，利益共赢。我作为林家的长女，无论是从地位、身份，还是能给林家带来的利益来说，都是和陈家联姻最合适的人选。至于妹妹，一个生母涉嫌逃犯的养女，陈家那样的门第，会愿意让继承人娶这样一位妻子？一叔说的对，联姻关乎着两家的颜面和利益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一叔，你近期和程俊杰多接触接触。哎，楚瑶姐，爷爷、爸妈，我要去看看。楚瑶姐，楚瑶姐，别哭，我那种人气化身子不值得。小总，我怎么办呀？姐姐她抢走我的一切，现在连俊杰哥哥也要抢走。乡下来的野鸭，抢走我的股份不说，现在竟然还要代表林家联姻，他配吗？可是爷爷都已经决定了呀。没事，不会得逞。只要让他身败名裂，程家自然会看不上他。到时候婚约就到你头上了。你有办法？当然，林叔豆很嫩了点儿。林一叔，今天约你出来，是把话挑明。我程俊杰绝不会娶你这种在乡下长大、满身算计的女人。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成全我和俊杰哥哥吧。麻烦你们搞清楚，联姻是两家长辈决定的事情，你们来找我有什么用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在背后耍个手段，不然我干嘛逼着我娶你？想嫁给我，简直痴心妄想。我看林楚瑶才是真正的痴心妄想吧。你们陈家
会答应娶一个人贩子的女儿做少奶奶吗？迅杰哥哥，姐她总是这样侮辱我。林一书，瑶瑶冰清玉洁，单纯善良，比你这种愚蠢无理的村姑好1000倍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搞小动作。哟，真是情深意重啊！既然你们情比金坚，那陈少就应该自己去说服父母取消这门亲事。在这里对我无能狂目干嘛？好，很好，林一书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。好，那我拭目以待。陈少，加油哦！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？头好晕，这就……姐姐，你一定是喝酒喝得太急了，要不我扶你上楼休息一下。曹总，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呀？我只是不想姐姐抢走俊杰哥哥，万一事情闹大了，姐姐她想不开怎么办呀？姐姐，你就太善良了，对他这种毒妇根本没必要心软。你忘他当初怎么在爷爷面前打压咱们，怎么抢你未婚夫了吗？这都是他自找的。瑶瑶，别心软，只有让他身败名裂，婚约才能作废。我都安排好了，记者半小时后到，足够这里完事儿。到时候林家为了脸面，肯定会退婚。对啊，姐姐，等他明天上了江城新闻的头条，看他怎么嚣张。到时候爷爷一定会把他扫地出门。好吧，那俊杰哥哥，你和我们一起去等记者吧。毕竟你是陈家继承人，万一留下什么把柄，对你不好。不行，我得在这看着，万一林一书中毒醒了闹起来，会坏大事。我必须确保万无一失。那好吧，俊杰哥哥，你可千万当心，别让姐姐伤到你了。我们尽快带记者过来。林一书，就凭你也想嫁给陈俊杰？配一个老男人都便宜你。记住，完事后管好你的嘴。程少放心，这事儿我懂，保证办得漂漂亮亮的。小美人儿，等不及了吧？让哥哥好好疼疼你。是谁？别过来！来盛辉酒店1808房间，请你看出好戏。林小姐，我到了。林医生，你跟别人说，想骗傅先生真难。你不会告诉我，这出戏是你和绯闻的？傅先生，如果我要是制造绯闻的话，何必把自己搭进去？所以魏叔是进我的彩来吗？什么情况？听说傅先生有一群媒体朋友，今晚能借用一下。
待会儿有另一批客人上演一场捉奸的戏，你有兴趣吗？看来今晚的项目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。消息可嘛，人家刚找回来的那位大小姐，不是马上就要和陈家父子结婚了吗？瞧这可好，先包说就在这儿，都要结婚了，还在玩火，豪门水深呀！快找找身在街坊，这可是明天的头版头条啊！那不是林家二小姐和小少爷吗？难道是来捉奸的？记者怎么提前到了呀？林二小姐，听说你姐姐今晚在这里私会男士，是真的吗？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，我姐姐不是那种人，她不可能做出这种不检点的事情。林少爷、林二小姐啊，既然你们不相信，不如我们一起上去看看，也可以还林大小姐一个清白。这不太好吧？这样会打扰我姐姐休息的。楚小姐姐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咱们进去看一眼，要证明姐姐的清白。喂，今晚预定包厢吃饭的林小姐去哪儿？林小姐进了1808房间之后，好像又有一位先生进去了，还传出来不好的声音。假的，一定都是假的！现在就去找我大姐，当着大家的面问清楚，以防背后有人乱嚼舌根。你说，让你在里面，快给我出来！曹总，我们是不是搞错了？姐姐肯定在里面睡着了，我们别打扰她。有男人的声音。林大小姐私底下这么棒啊？不会的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姐姐，你实在太让我们失望了。姐姐，曹总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姐姐难道真的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？天早还能有什么误会？姐姐，说，给我出来！这个荡妇，把我们林家脸都丢尽了！姐姐，你快出来呀！你是不是被冤枉了呀，姐姐？你现在就去找服务生要房卡，今天必须去林家清理门户。你们这么一大群人围在我们，是来干什么？林思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应该在里面吗？刚才我酒喝的有点多，便出去透透气，一回来就看到你带着一大群记者堵在我的门口。林朝总，你想干什么？林大小姐，我们接到爆料说您在这个房间里，私会男士。是谁散布恶毒的谣言毁我名誉？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姐姐，您人没事就好，我们也是担心你的安危嘛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可是我刚刚明明听到房间里有男人的声音，林大小姐在这儿的话，那房间里是谁呀？林叔，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消息透露出来自证清白啊？哼，你要想自证清白，敢不敢把门打开，让我们看看里面有没有野男人？不可能！各位，我林一书是马上要跟陈家订婚的人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又怎么会做出不知轻重、自毁前程的事情？姐姐，我们也是为了你的清白和婚事呀，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嘛，只有这样才能堵住悠悠之口呀。不行，这里面是我的隐私。是11，是俊杰哥哥，里面到底出什么事情了？林大小姐，你百般阻挠，不会是心虚了吧？就是，林大小姐，清不清白？你打开门一看便知。既然大家都想看，那我就打开门，让所有人都看个明白。不行，妹妹，刚才你不是让我打开门自证清白，怎么现在又不愿意了？不会你是知道里面有什么，所以不敢让我开了吧？让他开。这是谁？怎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间里？还能是你的奸夫吧？林
跟你说，我们林家里被你给丢尽。荒唐！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。还敢装啊？是跟着野男人玩太疯，出事了害怕，才仓皇跑出去。没想到被我们躲正着吧？笑话！弟弟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！我要报警！我的房间为什么会有一个陌生男人？啊，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是江诗丹顿的限量款，全江城只有程少有一块。这件事难道程少也牵连其中？这是三角关系还是？俊杰？俊杰跟我吃完晚饭之后就回房间休息了，他的表怎么会和这个陌生男人一起出现在我的房间里？俊杰哥哥，你怎么在这？还弄成这副样子！别拍了，都不许拍了，想你的话放下。哎，俊杰，你刚才在饭桌上，你不是跟我说你心里只有楚瑶妹妹，让我成全你？怎么一转眼你就出现在我的房间，还和那个男人牺牲不成？程少不会再和这个男人偷情吧？一边和林家二小姐情深款款，一边和男人幽会。程少这口味够独特的呀，男女通吃。还在自己未婚妻的房间里，陈家这是没钱另开一间房了吗？你不懂，这叫刺激。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把照片都删了。今天发生的事，谁要是敢说出去一个字，程家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不好意思，程少，我开的是直播。您在未婚妻的房间里私会男人这件事已经上热搜了。惊爆！程家继承人幽会难办。假的，都是诬陷，是有人做局害我，我让你们这群造谣他人的混蛋一个个倾家荡产。就是我们俊杰哥哥那是新买的，是林一说，是他设计想要害我们，他和我和俊杰哥哥在一起，所以想要报复我们的。什么设计，什么陷阱，我听不明白。我只知道我今天是奉爷爷的命来跟陈少约会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。我明白了，你说你好歹毒的血脑，假装好多爸爸都给骗了，是不是都提前安排好，挖了坑就等着我们跳呢？弟弟，你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？我跟陈少即将订婚，他做这种事情我也没面子。如果是我安排的，我为什么要让自己成为全城的笑柄？一叔，你撒谎！陈俊杰，我撒什么谎了？就算你不喜欢我，你不能用这种办法羞辱我。你先在饭桌上逼我退婚，现在又在我的房间里干这种丑事，把我林一书当什么？你把我林家的颜面置于何体？姐姐，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，你们回家说，回家关起门来慢慢说，总能说清楚的。好，妹妹，既然我们是一家人，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带着一大群记者堵在我的门口，还污蔑我说我设计陈少？一叔，这是咱们俩的事，不要随便判诬其他人。判诬什么了？陈俊杰，你还有良心吗？各位媒体朋友，请你们做个见证，我林一说与陈俊杰的婚事就此作废，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我丢不起这个人，我们林家也不要这样的女婿。恭喜你，林大小姐，这出戏演得干净利落。戏精不精彩，还得看台子搭的牢不牢。多谢傅先生今晚无意间向记者透露的消息，让这场戏圆满落幕。哎，能欣赏林大小姐导的好戏，总得付点票价。电话这么急，真不接，或许
有天大的事了。真聒噪，影响了我跟傅先生品酒的雅兴。林小姐，这一局赢得干净利落，干！这不过是个开胃小菜，真正的正品大戏还在后头呢。不过要想后面的戏更好看，傅先生，能不能帮我做个药物检测？还有什么问题，尽管提。能参与您的大戏，是我的荣幸。我要这家酒店今晚走廊的监控视频。没问题，我已经开始期待你的下一场演出了。您啊，就坐在头排最佳的位置，我保证，接下来的戏绝对不会让您失望。一手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不知道家里都快急疯了吗？爷爷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害怕了，有人想要害我。姐姐，你不要倒打一耙，爷爷已经知道了。你为了报复俊杰哥哥，你妹妹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为什么要报复陈俊杰？够了，一手，你来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让你和陈俊杰联络感情，他怎么就跑到你的房间里了？还做着那不堪入目的事情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今晚在酒店，妹妹和陈少当着我的面卿卿我我，还逼我要我解除婚约，成全他们。楚瑶，也太不像话了。爸，瑶瑶年纪还小，以后我会好好教育她的。哎，这些都不是重点。你说后来呢？那个陈俊杰为什么会跑到你的房间里？我当时心里难受，就喝了一口酒，结果我就头晕的厉害，妹妹就扶我回了房间。到了房间之后，我感觉又闷又热，便出去透透气。等我再回来的时候，就看到弟弟和妹妹带着一大群记者在我的门口，说里面有我的惊奇。赵总，楚瑶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们就是关心爷爷，看一大批记者在那围着，才过去看看。爷爷，我当时被吓坏了，朝宗和楚瑶还一直逼我开门，结果门一开，里面居然是陈少和那个男生的奸妻。程家这小子是太不像话，你也不能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和郑家退婚呐！爷爷，当时那种情况，我实在是太害怕了。我当时就想赶紧逃离那个地方，彻底斩断和陈少的一切联系。和程家的婚约是两家的大事，你这么做，让程家的脸往哪儿搁？这后续的麻烦，你想过吗？对不起，爷爷，是我思虑不周。爷爷，但是我现在冷静下来想想，今晚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都太蹊跷了。蹊跷？我喝了一口酒，怎么就会晕到站不稳？朝宗和楚瑶又为什么会带着一大帮记者出现在我的门口，还一口咬定里面就有我的奸情？林叔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记者是接到匿名的举报，说你跟别人乱搞，我们俩也是为了林家的名声才过去的。是啊，姐姐，我们是怕你做了糊涂事，损害了林家的名声，我们呢也是一片好心啊。谁知道俊杰哥哥在里面，我们俩当时也吓了一跳呢。那爆料的人又为什么会对我的行踪如此了如指掌？又为什么会确定在那个时间点，我的房间里面一定有新闻？那些都是巧合。现在城林两家联姻是大事，记者一直盯着也很正常嘛。爷爷，我不是想指责谁，只是如果我没有逃离那个房间，那今晚身败名裂的人就是我了。匿名爆料，楚瑶和朝宗带的记者，真的是巧合吗？
朝总、楚瑶，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啊，爷爷，姐姐是不是今晚受了刺激，得失心疯？朝宗和瑶瑶应该是担心你，怕你行差踏错。你怎么可以随便的怀疑自己的弟弟妹妹呢？玉书，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要凭空臆测啊！这个污蔑了自家人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今晚受了惊吓，可是你也不能把火气撒到我们头上啊！我们都是一片好心的。好心？你们口口声声说为我好，就是让我出丑，毁我清白，让我被林家彻底赶出家门吗？李叔，注意你的言辞。爷爷，我发现今晚的事情太过巧合，就拿着那瓶让我喝了一口就晕的红酒去做了检测，里面居然有超剂量的安眠药。还有监控录像，里面清晰地记录了弟弟妹妹陷害我的画面。你们两个孽障，竟然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陷害你的亲姐姐，自己的亲姐姐。爷爷，我是冤枉的，不是这样的，爷爷，这检测报告和监控都是假的，是姐姐伪装想要陷害我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你也不能这样污蔑我吧？对，爷爷，这玩意儿是真的，我姐她怎么可能会没事？而且房间里的人怎么可能会是程少呢？那还要感谢妹妹的那个人贩子亲妈了。小时候嫌我烦，总喂我吃安眠药，让我对这种药有了抗性，顶多会难受一阵，不会完全昏死。什么？还好我离开了那个房间，没能如你们所愿。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连累了出现在我房间里面的陈少。你们两个孽障，竟然有如此下作的手段算计你的亲姐姐！爷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爷爷，爷爷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妈，你救救我们吧，我们真的不敢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害姐姐，我也是一时糊涂才会这样的呀。爸，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再责怪这两个孩子也没有用啊。对呀，爸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这件事情捂下来。这个一书大张旗鼓的，又是去做检测，又是去掉监控。这个事情如果传出去，咱们还怎么在江城立足？爸妈，你们放心吧，这个检测是我找可靠的人做的，酒店的监控也被我格式化了，这件事情不会走漏一点风声的。一书，这次你做的对。既然你当众宣布了取消与程家的婚约，此事也就此作罢，我也不再追究你擅作主张的责任了。爸，这陈林两家的婚约就这么轻飘飘的取消了，不太合适。楚瑶和俊杰两情相悦，要不换他家回去？这样也好。到时候程家发个声明，说明今晚的丑事全是误会，也不会影响两家的颜面。不行！一书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心里不痛快，但是程金两家也不会因为这一点事情而撕破脸。你说，曹总和楚瑶的行为啊，爸爸妈妈一定会严肃的处理他，绝对不会轻饶他。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嘛，你就原谅我。我嫁给俊杰哥哥也是为了咱们家呀。瑶瑶嫁过去也是为了替林家减少损失，你就懂点事儿，接受这个事实吧。难道你一定要闹得家里鸡犬不宁，外人看笑话你才开心吗？是啊，姐姐，咱们一家和和睦睦的不好，你干嘛非得这么自私呢？
我自私，在这个家里到底是谁自私？明明和陈家有婚约的是我，就因为楚瑶不愿意，林朝宗就找个男人来毁我的清白。明明是他们做了错事，可家里不惩罚他们，而要把原本属于我的婚约让给林楚瑶这个养女，而你们却要我懂事，要我大度，要我别闹。到底是谁在闹？到底是谁把这个家弄得一片混乱？说，越说越不像话了。注意你的身份。我什么身份？爷爷、爸爸、妈妈、弟弟，我们才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。可为什么在你们的心里，我永远都比不上林楚瑶这个养女？我在外流浪了10几年，我吃尽了苦，我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努力的学规矩，讨好你们每一个人，就是想在你们这里得到一点点家人的关爱。是我不好，是妈不对，妈以后一定会多关心你的。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，我甚至觉得不如没有回来，还不如被那个人贩子活活打死，至少不用像现在这样被自己的亲人一遍遍捅刀子。叔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你是爸爸的亲生女儿，爸爸是爱你的。爸爸，您真的爱我吗？为什么在傅老夫人的宴会上，我被人当众羞辱，您的第一反应是指责我？为什么上次我拿下了傅家的合作，而你却要让我把这个功劳让给弟弟？就因为他是儿子，需要业绩站稳脚跟吗？一叔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以后我们不会再偏心了。妈妈，你上次给我端的那杯牛奶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可我却不曾想在里面下了药，让我睡过了签约的时间。您就为了让您的儿子抢先一步签约，您居然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药，这就是一个母亲对女儿的爱吗？行，不能这么说妈妈，这都是我逼妈妈做，要怪就怪我吧。林朝宗，就因为林楚瑶救了你，你就一次次为了她陷害我这个亲姐姐，让我出丑，抢我功劳，还找男人毁我清白，你就是林楚瑶养的一条狗。姐姐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都是无辜的，你要是有什么气，你就冲我撒呀！林楚瑶，我当然要恨你，就因为你那人贩子亲妈调换了我的人生，让我在外面吃了10几年的苦。反倒是你在林家享受着原本属于我的人生，你表面上装的温柔柔弱，可背地里却一次次耍手段，想要把我赶出林家。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，我要让所有伤害过我的人付出代价。够了，一叔，一家人非要闹成这个样子吗？让外人看到了会怎么想？爷爷，我回来后是真心想报答您的认可，所以我拼命努力，想做好林家的女儿，想让您以我为荣。可为什么连您也这么偏心啊？他们犯了错，能有好的工作，还能有好的姻缘，而我受了委屈，只能忍气吞声。在这个家里，还有我的容身之地吗？一叔，是爷爷不对，但我们林家赏罚分明，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寒心的。爷爷再给你10%的股份作为补偿，至于他们2个，我一定会好好处罚的。爸，10%股份价值好几十个亿，是不是太冲动了？股份轻易的变动，将近万元。补偿一叔方式有很多种，你非得给他股份。一叔是我林家的亲生孙子，流落在外饱受苦楚，好不容易认祖归宗，却接连遭受陷害。林家给他一些实质性的补偿和保障，天经地义。谢谢爷爷，我一定会努力为林家做出贡献。爷爷，我能进集团核心管理层吗？空有股份不谈业务，终究是纸上谈兵。好，我会任命你为我的特别助理。你本来就是和傅家项目对接的负责人，以后你就代表我全权负责和傅家的对接，参与集团的核心事务。爷爷，林一叔可真行啊！装可怜扮委屈，轻轻松松骗走爷爷10%的股份，还进入了公司核心层。林一叔，这一切根本就是你提前设计好的，对不对？设计？如果不是你们自己把把柄递到我的手里，我又怎么会有机会反击呢？这一切都是你们自作自受。我讲够了，职位和股份你都拿到手，安安稳稳做你的林家大小姐。再敢针对我楚瑶姐姐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针对林楚瑶，林朝宗，你是太高估她了，也太低估我。我从来没有把她
当做是我的对手。我真正的对手从来都是你啊，我亲爱的弟弟。姐姐，这爷爷对你可真是大，办公室、事业、规格都不比我那间差。你可要好好干，争取真闯出来个名堂。谢谢弟弟，不过我也不会像你一样，签合同都能签错，到手的鸭子还能飞掉。曹总，你真的就这样让他骑到我们头上？你看他那得意的样子，以后在公司我们俩还怎么立足啊？让他得意2天，真以为你拿了公司公司核心指标高枕无忧啊？你的意思是？我已经买通他的命运，只要让他再复试这次合作出现重大失误，你也一定会念起赶出来死。这我懂了，不会被发现吧？你放心，这次行动啊，我已经得到了发布通知，他会帮我。曹总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到时候看他还怎么嚣张。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份核心数据，为什么我们的竞争对手会知道？姐姐，该不会是您一时疏忽把信息泄露出去了吧？你现在主动承认，或许副总跟着爷爷还能对你纵情八乱。一说，我本以为你稳重可靠，才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你，你太让我失望。你知道这要造成多少损失吗？爷爷，虽然我进公司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我也知道这个项目的重要性，我怎么会把数据泄露出去？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。你怎么给他们交代呀？这东西只经手你、副总、爷爷。若不是你，难道是副总跟爷爷泄露出去的吗？副总，实在是抱歉，我们林家一定会将此事负责到底，赔偿父执的一切损失。林老，赔偿是后话，当务之急是把真正的泄密者给揪出来。万一不是林小姐泄的密，那我们的合作岂不是四处漏风了？林朝宗先生您好，我是刑侦处的警察，您涉及一起商业机密档案，请跟我们回警局配合调查。不可能，警察同志，你们抓错人了吧？是您一说，他才是倒卖的人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是朝宗泄露的？不是，爷爷肯定不是我呀！我现在都不在项目组里面，怎么可能会接触到那种机密文件吗？爷爷，泄露核心数据的确实不是弟弟，而是我的秘书。爷爷，警察同志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都是他秘书泄露了，跟他一定也脱不了干系，赶紧把他带走吧。我早就察觉公司有内鬼，所以放在办公室的文件都是错误的。内鬼从我秘书那儿得到的数据卖给了瀚海集团，瀚海集团采用后损失严重，自然会报警处理。是这样的，瀚海集团举报称林先生将假数据卖给他们，涉嫌商业诈骗。林老，我傅氏的合作最容不下的就是助手，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混账东西，竟然敢出卖公司核心利益，陷害亲生姐姐！林家留你这祸害有何用？今天一定将你们后果！爷爷，我求您救救我吧，饶了我这次吧！我可您的孙子，林家唯一的继承人呀！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坐牢啊！爷爷，您保重身体。朝宗
或许是一时糊涂，但作为林氏未来继承人，如果不能把最基本的公司利益放在首位，只会干动摇家族根本的蠢事，那他……你给我闭嘴！你，爷爷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保证以后一定洗心革面，绝对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。林老先生，商业合作以诚信为本，我们傅氏绝不会与一个继承人品行有亏的集团深度合作，这中间的风险太大了。从今以后，林朝宗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，也不是我林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。爷爷，求求你了，饶我这一次了！我可是你唯一的孙子，都是别人怂恿我的。闭嘴！到现在他还不知悔改，真是无药可救。警察同志，请你们把他带走吧。李庄，我他妈设计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他妈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你了。我等着林家知道是我的，你休想抢走！你说，我会对外宣布，以后你就是我林氏集团未来唯一的继承人。恭喜你，林瑶小姐，宝贝，现在应该叫你林总了。你想要的终于到手，这一仗打的真是漂亮。副总过奖了，比起副总在上海翻云覆雨的手段，我这只能算是小打小闹。我们之间就只有商业互吹吗？林一叔，你的仗也打完了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找一个稳固的合作关系？傅氏和林氏的合作还不够稳固吗？副总还想怎样合作？林叔，我可以成为你的合伙人吗？可以并肩作战，也可以相伴一生的那种。傅廷琛，谢谢你的情，但很抱歉，我不需要合伙人。理由呢？我好不容易让爷爷相信我可以以林家女儿的身份扛起家业，如果嫁给你成为傅太太，在爷爷的眼里，我就成了外嫁女。爷爷是不会把公司的核心权力交给一个随时可能成为外人的人。不会的，我不会限制你管理林家，我会帮你，而且你不懂。傅廷琛，你给的承诺确实很动人，但是我想要的从来不是依附于谁的爱情，而是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。林叔，你好好的，不管是对任何人，还是对你自己。好啊，林，我说你怎么能一次幻想而已呢？早就跟着傅廷琛跨坏一起勾结在一起了是吧？你们就给我设好了圈子，等着我跳，对不对？林朝总，你好不容易被保释出来，就该安分守己，好好做人。难道牢饭还没吃够啊？贱人，要不是你，我能进去吗？勾结傅廷琛干嘛呀？对我们林家家产图谋不轨啊！你是在牢里待傻了，就你林家那点产业，给我们傅家连塞牙缝都不够。林朝总，你自己蠢钝如猪，一派涂地，就别在这儿像疯狗一样胡乱攀咬。是，我是蠢，最大的愚蠢就当初让你回来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在寿宴上出丑吗？我能丢失合作，现在连继承人位置都没了吗？都是你这个扫把星！别说，我弄死你！不是，是你们逼我的！傅廷琛，你坚持着，我马上叫救护车。我的事，你说，这个合伙人还在真实吗？李叔，傅总怎么样了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，
现在还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万幸副总没事。林朝宗这个混账，他就是一时接受不了失去继承权的打击，精神失常了，才会做出这种分事儿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让他马上滚到国外去，没有我的要求，永远不回来。永远不能回来。爸爸，这难道就是林家对待谋杀未遂的处置？轻轻一句精神失常，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接过去？李叔，那毕竟是你亲弟弟，难道你还让他偿命不成？副总不是没事了吗？一叔，你跟副总的关系最好了，等他醒了，你说说好话，给他求个情，让他放了朝宗吧。我的亲弟弟，他拿刀冲过来的时候，怎么不想一想，我是他的亲姐姐？爸妈，爷爷，那一刀可是对着我心脏来的。如果没有傅廷琛挡那一刀，现在躺在医院里的人恐怕就是我了。就因为林朝宗是儿子，所以你们就可以一次次毫无底线的偏袒，甚至连他杀人都可以原谅吗？够了，赶紧走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妈求你了，朝宗真的知道错了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你就帮忙，让这件事情过去吧。难道你这样看到一家人闹得你死我活吗？妈妈，林朝宗他不是小孩了，他是一个成年人，执刀杀人就是要付出法律的惩罚。李叔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不要再说了。爷爷，我只是在阐述一件事情，更何况真正的受害者是傅廷琛。等他醒来，是否追究，应该由他本人受害者来决定。我们没有资格替他决定。林一书，你要造反吗？爸爸，林朝宗触犯的是法律，不是我们林家能私了。就算傅廷琛肯私了，我也会让林朝宗付出相应的惩罚。够了，别说了，还嫌不够乱吗？我先看你乖巧懂事啊，想不到你骨子里就是不安分的东西。爸爸说不安分，我可远不及您啊。爷爷，您可以看看，这里面是过去3年爸爸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公款超过8000万的明细，都用于在后门赌博和私人会所消费。你胡说！你竟然敢查我！混账东西！你竟然敢挖林家的根基，填你的无底洞！我还没死呢！之前弟弟倒卖核心数据也是爸爸签的信，不然怎么会和瀚海集团打通呢？哦，对了，3年前家里的火灾也是爸爸为了掩饰他的红颜知己干的。您的宝贝儿子可差点被烧死。不是爸，立刻通知所有董事，明天早召开紧急董事会，撤销林茂昌在公司的一切职务，立刻执行。爸，你不能这样做！我是你儿子，那是你亲儿子。滚！你给我滚出林家！爸，都怪你平时给我压力太大了，我才会去想办法给自己解压了。想把我气死吗？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快叫救护车！爸，叫救护车！叫救护车！老公，我说过的，会让所有伤害过我的人付出代价。林叔，敢抓我！爸妈呢？爷爷呢？他们在哪儿？弟弟，看来你在国外消息并不灵通啊。爷爷被你气得中风，在医院休养，现在林家由我做主。至于爸妈，一个挪用公款被踢出董事会，
一个除了哭哭啼啼还能干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你最亲爱的楚瑶姐姐，我送她和她的人贩子亲妈作伴了。你要干嘛？啊！当然是让你为你做过的事付出代价。我有错，你要法律审判我，你不能对我动私刑，那犯法的。用法律审判你？我曾经是想用法律制裁你，可惜啊，爷爷心疼，爸妈心疼，说你精神失常，想把事情抹平。那我只好用我自己的办法，让你长长教训。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求你了。弟弟放心，我不会要你的命的。还记得这把刀吗？就是你用来杀我的那把刀。姐姐，咱们可亲姐弟啊，你不能杀我啊！你也配？弟弟，我就是让你永远都记住，有些线跨过去了，就要用血量。慢点。这种脏事不配拿到你的手，拖下去，把他送进精神病院，让他后半生好好治病。恭喜你啊，林小姐，扫清了最后一块绊脚石，现在人家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中了。我之前关于合伙人的提议，你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？傅廷琛，今天拿刀杀人的我，才是真正的我。你确定可以接受吗？你说，心我大，从来都是这个有野心、步步为营的你，而不是每天戴着面具、柔柔的琳达小姐。我和你都是一类人，注定要走到一起。和我在一起，那你可想好了，就永远都别想把我圈养在温室里。我要的是往上走，是至高无要的权利。那就让我成为你的垫脚石吧。那合作愉快，我的合伙人。一生一世，合作愉快。